全网首发。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就是要做全网首发，并且我还要做高质量的全网首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星呀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部在 IMDB 上高达 8.2 分，可却在豆瓣上无人打分的超冷门印度电影。还是和以往一样，由于资源过于冷门，演员们说的又都是马来亚拉母语，所以整部电影的解析全部是依靠本人半吊子的英文水平，靠着官方英文字幕勉强做下来的，水平不高，能力有限，如有不足，还请各位观众老爷们多多见谅。接下来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一起走入电影情节中。我们的男主法克是一名律师，工作勤奋，勇于奉献，性格坚毅且严以律己。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已经即将36岁了，可还是一事无成，只拥有一辆8手的摩托车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在过去的7年里，每年都要利用 PS 修改一下自己的年龄，好让自己还保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。随着面部肌肉的垮塌，法克暗暗叮嘱自己，无论如何今年一定要走向成功。正看着 4S 店里售卖的奔驰呢，同为律师的女友丽莎就打来了电话，让他赶紧把一份文件送到委托人的家里。委托人名叫鲁蛋，是一名本地的议员，因为面临着即将选举，所以特意找到律所处理自己的离婚案件。那法克此时就动起了小心思，于是趁着女友离开后，他又重新返回到了鲁蛋的家里，诚恳地向对方表示，你的这个案件只是律所正在办理的其中一件，可如果要是交给我，那就完全不同了，我只会全心全意负责你的案件。可大家想一想，这种情况要是换成你是鲁蛋，你会接受法克的建议吗？毫无意外，法克压根就懒得理他。然而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法克才刚刚回到律所，就被负责人告知，你明天可以不用来了。在度过了一段浑浑噩噩的日子后，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1个月。这天早上，法克正在家里吃早饭时，客厅却突然传来了母亲的惊叫声。连忙跑过去一看，原来是房间内出现了一条眼镜蛇。母亲因此受到惊吓，而导致从楼梯上摔了下来。等到眼镜蛇自己离开后，法克这时才发现母亲的腿骨折了。连忙送到医院后，却被告知要先充值5万卢比的医药费。可法克别说5万了，他全身的家当就只有7500卢比。然而该交还得交呀，全部取出来后换了一个缴费窗口，希望能够通融一下，然而却无济于事。就在他不知所措时，注意力成功被旁边的一个男人所吸引。但见这个男人夸夸就是一顿缴费，并且还是给不同的患者缴费。在询问过眼前的收费员后，法克这才得知，原来这个男人名叫拉希，是一位律师的助手，而刚刚他缴费的那些患者则全部都是律师的客户。这一奇怪的现象很快就引起了法克的好奇，他一路跟踪拉希就来到了超市，在请对方喝了一杯红茶后，随即便问道，如果从楼梯上掉下来，你也可以帮忙操作吗？于是就这样，拉希首先是取得了法克母亲的委托协议，然后给一位名叫谢特的律师打去了电话，再由谢特告诉医院的主治医生胖胖，让胖胖为法克的母亲开具了一份新的伤口鉴定报告。最后拉希又联系到了几名警察，警察也出具了一份交通事故报告。更加离谱的是，报告里还提到了2名所谓的目击证人。而为了能使一切看起来更加逼真，警长甚至直接敲碎了一个车灯。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，可谓是行云流水，毫无破绽，直接让身为一名律师的法克大开眼界。也就是在这不久之后，高达75万卢比的理赔金额很快就打到了法克的账户上，全部取出现金。谢特当着他的面就开始分钱，扣除医疗费以及所有相关人员的好处费后，竟然法克还倒赚了5万卢比。可当谢特知道他也是一名律师后，立刻就收起了脸上的笑容。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克还是套取到了最后一项信息，那就是谢特的这名女助手仅只需要2万卢比1个月。随着画面一转，法克就找到了以前的一位同事萨比。在得知萨比目前每个月最多只能赚到12000卢比后，法克用2万卢比的月薪将他招入麾下。二人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医院门口守株待兔，可想象很美满，现实却相当骨感，一直从早上等到了下午，又从下午等到了晚上，这才等来了一名车祸的男人。
因为男人要在第一时间接受抢救，所以法克就找到了男人的儿子。他的儿子头部也受了伤，法克就想让他儿子先签下委托书。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儿子头上的伤却是因为打架导致的。那法克就想了呀，这样实在是太被动了，于是便将目光投向了救护车的司机。您猜怎么着？司机表示，那你得加钱，谢特给我的价格是1000元一条信息。萨比觉得司机完全就是坐地起价，法克则认为是物有所值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，丽莎不知从哪知道了法克利用母亲受伤骗保的事情，先是责怪法克知法犯法，随后又告诉他自己帮他联系了一个律师事务所，那边愿意给3万卢比的月薪。正说着呢，救护车司机就给法克打来了电话，快来快来，有事故发生。挂断电话后，法克带着萨比火急火燎的就赶到了医院，伤者还处于昏迷之中，对方的家属只有妻子和一名小男孩。法克见状，立刻就去超市里买了香蕉和矿泉水，想借此和家属搞好关系。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，这个女人压根就不像看起来那么好搞定。给我20万，你只要现在给我20万，就能得到我丈夫的委托书。一边的萨比说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女人则继续说道，4年前我父亲只是手臂骨折，那个律师就给了我10万，现如今我丈夫的伤可要严重的多，我要20万可当真一点都不多哟。那还能怎么办呢？法克只好去银行将上次母亲的赔偿款还剩下的45000元全部取了出来。可等他们再次回到医院，才发现女人已经带着丈夫搬到了 VIP 病房里。那结果自然不言而喻，法克他被谢特给截胡了。谢特都没有多逼逼，直接就给了女人20万卢比。可想而知，法克那叫一个气呀！于是他来到了保险公司，找到了保险公司的经理普西，随即便将谢特的所作所为都一一说了出来。同时他还保证，如果普西能够将这些理赔案件都授权他来办理，那他绝对有信心可以为保险公司每年都省下一大批费用。然而普西却一眼就看穿了法克的心思，直截了当的表示，在我看来，你和谢特都是一类人，你现在就是看着谢特吃肉，你眼红的不得了。并且我也告诉你，就在4年前，谢特也是这样和我说的。说完这一切后，普西便不再理会法克，收拾好东西就下班离开了。越是这样，法克就越是不服。在回到医院后，先是把这次的费用付给了司机，同时还预先支付了下次的费用。条件只有一个，让司机下次在接到急救电话后，立刻就打电话通知他，而不是等到患者送到医院后才联系他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法克在第二天晚上就接到了司机的电话。在某处的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，救护车正准备赶往那里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法克带着萨比很快就到达了车祸位置。根据现场伤员的受伤状态，法克当场就推算出此单案件大概的理赔金额至少要在250万卢比。在救护车到达现场后，法克跟随伤者一起登上了救护车，随后他便偷偷拿着伤者的手在委托书上盖了手印。可即使是这样，还是没能阻挡拉希半路截胡的行为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法克也就准备拼死一搏，坚持要将手中的委托书递交给法院。丽莎在知道此事后，第一时间就想劝说法克不要这样做，因为根据相关法律，一旦有重复提交委托的情况，法克极有可能会被吊销律师执照。如果他坚持这样做的话，自己只能选择和他分手。岂料这正中了法克的下怀，你赶紧分手吧。和丽莎分手后，他来到医院找到了之前那位前台。此时我们才知道，这名美女前台名叫碧琪。法克则用一副高端墨镜为诱饵，成功从碧琪这里拿到了之前一些患者的联系方式。等到了第二天，法院果然就这起重复提交委托的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。就在谢特信心满满之时，法官当庭宣布，法克正式成为本案的委托律师。刚走出法庭，他立刻就给人妻转去了45000卢比。在随后的日子里，法克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委托案件那是一件接着一件，钱也是越赚越多。熟悉的场景，熟悉的操作，可主角却变成了法克，并且在碧琪的帮助下，案件更是源源不断。不仅买了一辆轿车，更是将办公室搬到了医院的对面。这一天，谢特主动找到法克，表示想要和法克强强联手。他目前已经拿到了下一年医院的安全服务招标。
那这个安全服务呢，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为医院聘请的第三方保安团队，专门负责的就是防止医闹，限制无关人员进入一些工作区域，同时还负责医院的监控视频以及应对某些突发情况。谢特拿下了这个标书，这就意味着他们以后可以在医院里横着走。但是法克不仅不为所动，反而还认为他即将就要把谢特挤出这个行业了。再次回到医院处理案件时，他向胖胖伸出了自己的橄榄枝，只要胖胖以后都只为自己出具验伤报告，那他就会把分成再提高一些。岂料却遭到了胖胖的拒绝，而胖胖的想法呢也很简单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自己生平最讨厌的就是搞垄断的人。这天夜里，医院又迎来了2个严重车祸的患者，法克一眼就看得出这2人的理赔金额最少都有500万卢比。但是当他想要进入 ICU 时，却被安保人员挡在了外面。理由十分简单，除了患者的家属外，其他人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是拒绝入内的。也就是在这一刻，法克才意识到了获得安全服务授权的重要性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谢特拿着委托书从 ICU 病房里走了出来，并且谢特还十分得意地询问萨比，也许你下个月就拿不到工资了啊。等到谢特离开后，法克则微笑地告诉萨比，下个月开始你的薪水涨到3万卢比。半夜时分，法克终于等到了即将离开医院的谢特，他连忙给医院前台打去电话，捏着嗓子声称有急事找谢特。于是刚刚才打开车门的谢特就被医院的人给叫了回去。法克则趁机将一包毒蛇全部倒进了谢特的车内。等谢特再次上车离开后，他便一路在后尾随，直到开到一处山路上，但见谢特的汽车突然猛打方向，紧接着他就连人带车跌下了山坡。这一刻的法克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那心里面不知道有好快活哟。很快在第2天，谢特的死讯就在当地的律师群里传开了。警长告诉法克，尸检报告出来了，谢特的死因是遭到了毒蛇的啃咬。可法克当即就询问警长是否可以修改成车祸，毕竟这可是价值300万卢比的案件。警长是同意了，然而法克没有想到的是，保险经理普西竟然是谢特老婆的朋友，于是便没有任何意外的，普西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他的建议，并且还直截了当地告诉法克，谢特虽然是死了，可他签订的安全服务合同仍然有效。至于你法克想让我把合同转让给你，除非是我也死了。就在法克一筹莫展时，拉希却选择了临阵倒戈。他不仅把手头正在处理的案件全都交给了法克，同时还告诉了他一条消息，这家医院背后的股东就是卤蛋。至于这个卤蛋，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那个正在打离婚官司的议员，并且他的儿子乔治也是医院的首席医生。想要取消安全服务，只能从乔治身上下手。可问题这就来了呀，面对这么一个要钱有钱，要权力有权力的人，自己该怎么寻找突破口呢？不过就在此时，医院又迎来了一位患者。据警长声称，对方是在跑步时撞到了树上，就想让法克操作一下。然而法克毕竟办理过多起案件，他一眼就看得出对方明显是被严刑拷打导致的。于是警长也不再隐瞒，他也没有想到现在的年轻人的骨头竟然这么脆弱，还没怎么样呢，怎么就骨折了呢？法克了解完这一切后，并没有急于答应警长。在谢特的追悼会上，他告诉普西，如果你还是不同意把安全服务合同转让给我，那我就会正式向法院举报，说你和谢特联手骗保。虽然我并没有十足的证据，可法院到时候必定会翻出以往的所有案卷。等到了那个时候，拉希就是我最好的证人，而你普西一路从经理助理升到了经理，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，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升职为区域负责人。可现在要是吃上这么一起官司的话，你觉得你还会有机会吗？搞定普西后，法克又火速找到了警长，表示他愿意接下这起委托。紧接着一行人就来到了郊外一个正在施工的路段。法克先是将警示牌扔到了一边，然后将伤者的马自达推下了路肩，最后再将路灯给砸碎。于是乎，这么一起因为市政设施损坏而导致的意外案件就此产生。同时好消息还不止这一个，普西在第2天就在安全服务的转让书上签了字。就在一切都越来越顺利的时候，萨比却提出了自己的要求。
他认为自己现在成长了，完全可以帮助法克去办理一些案件，可没有想到却遭到了法克的一顿讽刺。想要别人尊重你，首先你得尊重你自己。你看看你的发型，再看看你的穿着，有哪一点像律师，又有哪一点能够让委托人信服的？岂料法克前脚刚喷完萨比，后脚拉西就带来了一个坏消息。经常合作的主治医生胖胖现如今却在外地度假，这也就意味着医院现在能开具验伤报告的就只剩下乔治了。无奈法克只能前去寻找乔治帮忙，可乔治呢，此时正在和卤蛋视频，言语之中全都是在抱怨法克的各种违规操作。于是法克直接上前和卤蛋对话，想要让卤蛋帮自己劝一劝乔治。那你们想一想，卤蛋这能帮他吗？他之所以投资这家医院，完全就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儿子，可现如今却让法克这样的人钻了漏子。自己身为议员，万一这些事要被曝光出去，他的政治生涯也就算走到头了。所以基于这种情况下，卤蛋决定直接取消安全服务。闻听此言，法克一下就傻眼了呀。不过他仍然是不放弃，你乔治不是牛逼吗？你不是喜欢碧琪吗？那我就直接断了你的念想。就这样，法克当着乔治的面正式向碧琪求婚。再看回碧琪呢，竟然也没有选择拒绝法克。同事表示很不理解，乔治明明更帅更多金，为什么碧琪会选择法克呢？碧琪则告诉他，看待问题不能只看表面，婚姻就好比是理财投资，不能只看眼前的收益，要把眼光放得长远点。自己很看好法克，他的未来绝对不可限量。那么接下来问题再次回到之前，法克该如何搞定那名伤者的验伤报告呢？胖胖的签字他可以模仿出来，而医院的盖章呢，他也准备铤而走险，自己仿制一枚。只要胆子大，底下全是渣。法克才刚搞完这一切，萨比就焕然一新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不过这还不是让他最吃惊的，让他最吃惊的是，萨比竟然从别的医院搞来了一份那名伤者的验伤报告。现在只需要让碧琪把伤者的资料从医院里删除就可以了。然而他的这番觉醒却让法克感到了些许不安，此子目前有着重大隐患。于是他随手就将那份报告扔进了垃圾桶，可恰恰就是他的这随手一扔，却为第二天的庭审带来了巨大的隐患。辩方律师不是别人，刚好就是前女友丽莎，并且丽莎在检查文件时很明显是发现了一些蹊跷，第一时间就拉着法官进入到了办公室内。在反观法克呢，他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可仍然还是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。于是在中场休息后，他直接向法官提出了撤诉请求。很明显，法官和丽莎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在庭审结束后，法官就质问法克，请问这个盖章是怎么回事？而直到此时，法克才知道，原来在乔治上台后，他将医院盖章上的一条蛇改成了2条蛇，从而法官发现了盖章是伪造的。不过因为法克在本周末要举办婚礼，所以他就网开一面，希望法克能在下周一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不然的话他就要吊销法克的律师执照。当天晚上，萨比很不解也很愤怒，他不明白为什么法克不用他提供的那份报告。现在法官自己就是证人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。还没等法克怒斥萨比，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，对方声称是一位名叫毛利的警官，明天让法克去警局一趟。而这个毛利呢，法克可是太熟悉不过了，他是一名正义感十足的警官，曾将多名涉嫌犯罪的律师送入监狱。在他看来，作为一名律师还知法犯法的话，简直就是罪大恶极，必须要将其绳之以法。所以在两人见面后，他毫不避讳地告诉法克，只要下周一法官在法庭上坐实了你犯罪的证据，我就会立刻逮捕你，你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新婚当夜，法克根本无心洞房花烛，他直接回到办公室内，从垃圾桶里捡起了那份萨比给他的验伤报告，然后带着拉西找到了法官的助理，想让助理把验伤报告给替换掉。但是助理也说了呀，你现在才搞这个会不会有点太迟了呀？法官他自己可就是证人呀。可说是这样说，助理还是答应了法克的请求。岂料就是在第二天晚上，也就是在即将开庭的前一晚，法克竟然带着碧琪乘坐大巴车出去度蜜月了。他想借此暂时躲避法律的审判。
可这个事情巧就巧在助理给他打来了视频电话。法官因为之前的一起案件涉及违法操作，现在遭到了警方的逮捕。法克当即就意识到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法官的证词就不能被当作证据所采用，那自己的春天不就来了吗？他让助理赶紧去替换掉验伤报告。就在一切都趋向完美时，大巴车的司机却因为打盹而发生了严重的车祸。等法克再次苏醒后，他们这辆车并未受到太大的伤害，反倒是一辆载有30多名大学生的大巴车侧翻在了公路上。要说法克那是相当的专业，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一起价值至少2500万卢比的案件。他连忙就通知了医院的救护车司机，让对方赶紧联系16辆救护车赶来。在一番忙碌后，所有的受伤学生全部被拉到了医院，总计共有31名。可同时法克也意识到，这已经超过了医院的救治能力，如果自己不采取行动的话，很快就会有一些伤者会被转移到别的医院。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，法克做出了令人发指的行为。他将一瓶瓶矿泉水逐一灌进到了每一辆救护车的油箱内，然后又砸破了一根排水管。趁着保安去查看情况时，他又砸毁了备用发电机。最后他用斧头砍断了一根树枝，从而破坏了医院的配电箱。可即使是这样，仍然还是只留下了22名学生，有8名伤情比较严重的学生早早便被转移到了别的医院。法克刚准备懊恼时，毕奇却递给了他一份资料。原来在学生被转移之前，他就已经整理出了一份所有学生的家庭资料。那么接下来法克就按照这个名单一一给每一位学生家长打去了电话。一番忙碌之后，医院的电力恢复了，他也打完了整整30个电话。但是之前明明是送来了31名学生呀。通过询问工作人员后才知道，原来那名学生因为断电导致抢救不及时，直接去世了。医院为了防止媒体搞事，所以便暂时将此事压了下来。换句话来说，那名学生的死亡，法克要负直接责任。可他不仅没有感到任何内疚，反而还偷偷将消息透露给了媒体。在看到媒体记者赶来后，卤蛋的头都要炸了呀！眼瞅着下个月就要选举了，这他妈不是给自己添堵吗？还没等法克暗自得意，警长就发现配电箱上的树枝明显是有人故意砍断的。那砍断树枝的人是谁，他自然也是心里有数。不过警长毕竟是条老狐狸，这要是让卤蛋知道了，自己也就该卷铺盖走人了。另一边，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卤蛋则告诉所有人，自己和这家医院没有任何关系，关于他是这家医院的投资人也只是外界的传言。说完这一切后，便匆匆离开了医院。紧接着法克又连忙赶到了停尸房，在得知那名死亡的学生家属还未在验尸报告上签字，他便偷偷地将一份委托协议塞进到了验尸报告里。完成这一切后，萨比在回去的路上提出，他也要从学生大巴车的事故里分一杯羹，并且要求的还是5成。法克虽然心中很是不爽，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来，而是想把比例降到1/3。萨比想了一会后呢，随即也就同意了。但见这时的法克将脸上的眼镜取下，摔在了后座上，紧接着下一秒他就猛踩油门，一把将汽车撞在了路边的树上。于是乎，萨比成为了一个植物人。而法克对此则声称，路上突然出现了一条流浪狗，自己为了躲避狗，这才撞上了树，这一切应该很合理吧。毛利明知这一切都是法克的说辞，可却苦于没有证据，只能愤而离去。随着这一年的过去，法克迎来了他口中的30岁。和他之前说的一样，在30岁的这一年，他成功了，他成为了这家医院的所有人。